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来宾，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要赶快来关心的是中东的死亡海峡正式的开战了。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伊朗现在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布满了水雷跟它的自杀快艇，美军的部分扫雷是否跟得上，是否慢一拍呢？我们今天也会关心，现在整个荷姆兹海峡已经变成全球最危险的海上战场了。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因为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来自于 CNN 西方媒体的报道，伊朗现在已经在荷姆兹海峡大规模的布雷了。情报指出，伊朗是有能力在这个航道上面投放数百枚水雷的。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我们还有28艘的潜艇啊，接下来的6000枚的水梅是随时做待命。而就在录影前，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来自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消息，已经收到了报告，说有一艘货轮在荷姆兹海峡遭到了不明的飞行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那么该船已经正式的请求援助，现在这些船员生死未卜，正在进行撤离当中。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伊朗革命卫队现在也发出了一个最新的警告：美以你在搞事，1公升的油你也别想再运出去，也直接跟川普发出了威胁，小心不要自己被歼灭了。伊朗继续的说，他说宣布驱逐美国跟以色列在这边的大使，军舰接下来可以无限期的通行荷姆兹海峡里面，伊朗自己的军队可以，也正式的是等于宣告了这个海峡的主宰权在伊朗的手上。我们看到美国又是怎么说的？川普现在最新要求伊朗立刻的移除这一些布雷的水雷，否则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后果。如果敢封锁海峡，美国将会20倍的对你加以奉还。那确实，美方也已经祭出了最新的军事上面的行动，摧毁了在荷姆兹海峡上面的伊朗海军舰艇，其中包括了16艘的布雷船。那么我们现在也要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确实在荷姆兹海峡面临许多的压力哦，就是因为现在它的扫雷的能力恐怕也撑不起这一场海上的博弈，因为我们看到整体来看到伊朗在海上的部署有哪一些，还有海底跟陆上，海面上有自杀快艇跟它的布雷艇，现在密布在这个上面，海底还布了水雷，再来看到空中还有无人机监控跟寄出攻击，岸上更部署了反舰飞弹等等。也就是说，一旦美军的护卫游轮进入到这个海峡，可能面临的就是多重的火力网四面楚歌。水雷只要一旦引爆，那么游轮连锁的爆炸的效应可能再起。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现在伊朗等于在这个海峡上面布了各种的武器，刚刚提到的自杀快艇到布雷艇到水雷、反舰飞弹等等，这个多层的海峡防御网，美军如果强行突破，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吗？荷姆兹海峡现在已经正式的变成战场了吗？干哥怎么看？好，仔细看一个数据，说6000枚水雷随时待命。我说不要6000枚了，60枚你头就痛。你知道为什么吗？水雷是最难扫的一样工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常常会听到地雷，对不对？地雷其实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之中，就是人员杀伤雷，它是埋在地底下的，那个已经很难清了。如果它是水雷，它会更难清。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可能看过那个电影，就是说，有一个大大的很多刺，然后布在那个海面的下面一点点，然后用那个铁链绑起来。那是2次大战旧的水雷的你的印象。现在的水雷不但轻，而且质量轻、密度高。然后呢，它分2种，一种是什么？一种叫细流雷，就是我刚才讲的，它会有一个铁链绑住，但是它质量都很轻的。然后另外一个叫什么？漂流雷，它飘哪里去你根本不知道。光60枚你丢下去很容易啊。为什么？可以用直升机布雷，可以用快艇布雷，还可以用军舰布雷等等。你还可以用帆船啊，只要是那种一般的那种民用的帆船啊，它载了几颗，它因为那是很简单的，它是一个就是很笨的一个武器就对了，只要丢到海里去，它自然就会发出磁性。然后呢，美军的军舰全部都是钢制的，所以它会发出磁性。
只要水雷接收到那个讯号的话，你进发它就会爆炸，就这么简单。所以水雷的效用是在这个地方。2次大战，英国在挪威峡湾布放了很多水雷，就是要遏制它的无敌战舰啊，叫铁壁之号开出挪威峡湾。那对于像这样子的武器，我跟你讲，荷姆兹海峡只有33公里，那么窄而已，跟我们台湾海峡那个宽度啊，还要更窄得多。所以你知道，沿线的从波斯湾沿线下来的这些国家都是产油国，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伊朗本身，再走过来就是荷姆兹海峡，再走出去是哪里？就是阿曼湾，然后再到了大海、阿拉伯海，这样这个油轮它才能够干嘛？把油运到全世界去。如果它在荷姆兹海峡，它就触礁，不是触礁，被爆破了。它如果说它受伤，通常一枚水雷只能够在船底打一个洞。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油轮都是超级油轮，那都超过10万吨。你用水雷你打不成它，除非用鱼雷或飞弹，你打不成它。但是它只要摊在荷姆兹海峡，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整个企业、整个全球经济的障碍。为什么？它堵住了。所以只要它能够堵住，我伊朗的那个任务就达成了，我的目的就达成了。所以现在好，那我们就讲川普说我们来护航任务。我告诉你，护航任务要怕的不是这些油轮，是美国自己的军舰本身，他怕死了。航空母舰绝对不能够进到荷姆兹海峡里面去，因为那个叫有去无回。我不知道在里面准备了什么东西。是除了水雷之外，我要是被水雷误伤，那还是小事。我刚才讲过，航空母舰也是10万吨的，你打不成它。但是你要碰到见证者无人机的话，那可以饱和攻击。所以荷姆兹海峡它不会进去。但是你在外面的时候，我请问你一下，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就都是伯克级都是神盾舰，这些神盾舰都是1万吨的大船，他们只要碰上了一颗水雷之后，它一样也不能动。所以你知道扫雷舰的要求很高，它是什么？它是塑钢的船体，它不能带磁的。所以以前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台湾发生的庆富案？那个庆富案就是那个他根本从来没有造过扫雷舰，他根本没有那个 know how， 他就跟国防部讲说，跟海军讲说我能够造，这个瞒天大谎。那现在美国你知道只有多少艘扫雷舰吗？3艘，只有3艘，叫做 Revenger 复仇者级，只有3艘而已。还有另外一种最新的叫纳瓦河级，还没有造出来。所以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战例分析给大家听了。美国的扫雷能力比日本远远不如，日本是全世界最强的扫雷国家，他们从2次大战就开始注重扫雷。为什么？因为它是整个环海的，你应该请日本海军来帮忙请日本海军到荷姆兹海峡来帮忙，他们非常会扫雷。可是美国自己本身没有扫雷的能力，所以拜托不要用军舰来护航。等一下，你这个触雷之后，军舰自己本身都倒霉啊！这个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好，那我们刚刚因为也有提到最新消息嘛，这是来自于英国办公室这边说的，有一艘货轮在荷姆兹海峡被攻击，现在这起事件持续的在升温，荷姆兹海峡现在看起来已经越来越严重，变成了海上战场吗？岳老师怎么看？找日本过来帮忙扫雷也没有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荷姆兹海峡离伊朗太近。大家知道什么叫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最长的地方才90公里，最浅的地方的话呢33公里而且实际上它的那个靠近伊朗那边岸的话呢，水非常浅所以伊朗的话呢，它就是你们讲到说水下地雷、布雷的船的话，伊朗就有搞出6000颗水雷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近然后自杀快艇是无人的，无人快艇的话，你来了船，它派出去，那等于是活动的水雷那更不得了对不对？你看到了就讲。然后第3个岸基飞弹，什么叫岸基飞弹？岸基还有火炮它太近了，这个火炮一般来讲的话，打到100公里以内就很容易。它整个荷姆兹海峡完全在伊朗的涉及境内。那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伊朗这种不活了、鱼死网破了，大家一起同归于尽？大家不要忘了，伊朗也是产油的国家，他自己的船也要透过荷姆兹海峡出来对不对？好，现在的话呢，这里面有3个部分大家需要了解。首先，第一个，伊朗真的很生气。
啊，那个哈梅尼耶的话呢，哈梅尼的话呢，就是被杀掉以后，现在就为什么选到他的二儿子啊？穆贾什巴啊。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伊朗全国上下都非常生气。这个宗教国家的生气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这个大家就要特别注意。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一开始对伊朗的时候狂轰滥炸，到目前为止只会以暴制暴的结果。那伊朗现在就决定跟你搞个鱼死网破。荷姆兹海峡是不能够封的。为什么？里面牵涉到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有人现在都降低这种占的比例啊。其实严格来讲，它是至少25%。大家现在说只有20%，其实我听到的是有时候到达33%。为什么？因为中东地区它不但是油，而且是气。你要搞清楚，就是说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输油输气的国家都在这个区域。然后这个地形一打开，它一定要经过荷姆兹海峡。另外一边的话呢，红海也是在胡塞武装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两边的话几乎都没有任何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发觉这一招有用，就是说他这个同归于尽，讲起来连我们在座都影响到啊，因为就是说大家一起死啊，最惨的就是韩国、日本加上台湾啊，大陆可能有它的能源的分散区域啊。然后第三个原因更重要的是，美国本身讲不清楚他们到底要干嘛。然后真的我到现在我问了很多人啊，只差求神问卜而已，就是说美国到底在干嘛啊？你跟着以色列去搞这个干什么？人家以色列讲起来，伊朗是最大威胁，你美国根本没有这个压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搞不清楚，然后慢慢被识破手脚。这场战争不能拖，拖到今天11天的时候，伊朗、俄罗斯、中国，甚至连北韩都看清楚了，就是把你拉住，就是把你拖住，让全世界一起下沉，让你产生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美国要扫雷啦，美国要释出它的这个战备储存油啊，美国要想办法要对伊朗威胁，要无条件投降啊。这个原来不关美国的事了，原来本来没有影响这个事情啊。我甚至可以讲说，这个在这个，你看建中老师会讲得更清楚，在这个发生战争之前，台湾的股市好得不得了啊，现在突然一下完全变了，现在每天都非常的稳，就 volunteer 啊。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上上下下摆动。好，确实哦，现在伊朗祭出了这个荷姆兹海峡，在这边布雷这一招哦，希望给全世界都压力，并且对美以施压。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这个伊朗他也是看准美军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这边做这个扫雷的动作，其实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在扫雷的能力跟速度上，其实都跟不上伊朗的速度。我们先来提到伊朗这个美军的扫雷能力，为什么说严重不足？如同干哥帮我们提到的，现在呢，其实美军手上只有3艘的滨海战斗舰是可以做扫雷的。然后呢，如果这些扫雷装备是装在上面的话，等于就装不下防空武器了。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在扫雷的时候，军舰就会变成活靶子。再来就是速度的部分，美军一天最多只能清除50到100枚的水雷，但是伊朗一天可以布雷达到了700颗，将近已经是，如果是以100来做计算的话，将近已经是7倍了。那么靠的就是它有20艘的小型的潜艇跟3艘的大型潜艇，都可以一天3趟不断的去布雷。换句话说，伊朗的布雷速度是远超过美军的布雷速度的。怎么看这场水雷战？美军打得下去吗？聂老师怎么看？单纯谈水雷战，当然美军当然打不下去嘛，这个真的是差非常大。这个伊朗呢，这个对荷姆斯海峡对他来讲哈，不管21海里、33公里，这个最短的地方，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战术战略的重要的，说不好听就是他们战略武器啊。他们用这个是可以真的牵制到世界，包括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东方所有的人员、天然气所受的伤害。但不管怎么说，它不是随便要封锁。这是他的武器，他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很清楚了，他的现在的敌人就是真的已经火力全开的，除了以前以色列，就是背后的这个父亲就是老爸就是美国嘛。当然这个川普呢，他就特别的执意要去打。刚才那个苑教授讲到，真的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打，但是我等一下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要打。而这次有一个很大的逻辑问题啊，我等一下讲一下。你说美国会不会赢？当然不会赢，但是这是定义问题，也不算不赢啊。因为你知道川普的个性，他不是那个 apprentice， 他有3招吗？第一个攻击、攻击再攻击，他玩梭哈，你知道都是修颠丢大牌。我多厉害，我全世界第一，我先吓死你，叫你不敢动，来跟我谈和平协议，我要4个理由，前2个理由就是他一定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他完全没达到。
他现在就要退缩了，不是很塔口吗？他真的这次是标准塔口了。你知道美国是很奇怪、很特别的，他是自以前到现在能够让他越来越强大，就做兵工厂，然后全部用代理人战争。别的地方打，像俄乌就是这样，他能够一直在后面 support 你乌克兰，他人就不要出去。这次还真的就去了，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打伊朗。真的他对伊朗痛恨到这样吗？不是，其实有真正的很重要的原因。我先讲一下 ，Apprentice 讲他就是攻击再攻击，第二个叫永不认输嘛，那第三个叫死不认错嘛。大家都知道这3个名言就是属于川普的，他已经输了，但他不能认输。他原来觉得他一天，跟委内瑞拉一样，就可以把那个首领斩掉。他是已经斩首没错，他不知道整个伊朗的神权精神加上民族主义之间结合在一起，就算反对派也都没办法接受你把我父母杀了，这个问题很大。他才发现他错了，他原来一天结果说4天5天可以解决，就打了10天之后，他说战争快结束了。他到底打什么咋结束？他理由很简单，我打了5000多个点。5000多又怎么样？他的终极目标4个里面最重要2个，其实就是核计划、核能力，所有的核设施、核能要全部毁灭吗？你去年钻地弹不是钻60公尺，不是要炸到核吗？结果没有成功，这次就一定做得到，他一直很有信心。第二个是导弹啊，尤其长程导弹，它导弹已经研发到，因为伊朗的攻击力量是很强，以色列是因为靠美国，那它有一个金囧是可以防范没有错。可是你知道，它可以用你这一次大家很清楚啊，用便宜的无人机或者些人就可以用你很贵的什么爱国者飞弹去打掉，你知道，几百倍的军力去打，它已经消耗到了所有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消耗战。美国就被消耗很惨，以色列消耗很惨，所以你知道伊朗还有很好的战术，也就是在你把他的首领杀了以后，他们有没有认输？他们其实知道自己不太可能会赢，但他也不愿意输得很难看，他必须全力反击。所以我觉得这件最严重的就是川普绕到了一个逻辑的问题。他说我要停战了，伊朗说我没有要停。那我为什么要停战？因为我打了5000多个点，我够了。其实你要知道为什么他要有2个目标，第一个长程飞弹，第二个是核设施。因为你看北韩就知道，他敢动北韩吗？敢动金小胖吗？因为北韩就是有长程飞弹，也就是有洲际飞弹，也就是因为有核设施，美国动都不敢动。伊朗他就是怕他走到这一步，所以历任总统都是怕，没有人敢这种。川普他自己以为他很大，我们军事力量多强，世界第一，我要去制裁你，4天就搞定了。结果后来讲，可能要打久一点哦，所以发觉被消耗得很惨。他后面你知道武器的制造已经完全制造业空洞化，他不知道怎么去support他后面武器，还有他未来还要想到他未来的假想敌还要需要更多的枪炮弹药。他发觉先打完了，或打掉一部分，他根本没办法应付啊！飞机或军舰也打掉，他怎么办？你看他1艘、2艘、3艘航母去，请问连伊朗他都没有办法这样子完全照着他的牌来出牌，他的未来我觉得真的很危险。你看最近你不是觉得人员局长他们还自己觉得很厉害，说你看我听到消息了，我们有海军真的美国就那边护了1艘船过去了。结果后来被自己打脸，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根本就没有。他过去有这个实力啊，对，他过去的力量够啊。其实到川普没有了，但川普是声音大，你知道吗？他这种是很会喊话的。所以说你教川普说他现在还在讲要求伊朗要怎么讲，他现在怎么要求？他原来要求的和平前沿都不答应，你现在把人家打得那么惨，还告诉人家说我要求你停火，我就有20倍军力。他现在自己怕，但是他会在说他的牌已经没了，他会故意先亮出一个大牌，其实他已经没有大牌了，而对方先亮小牌越来越大，他越来越害怕，然后就喊我还有我还有更大牌哦，要吓对方。我跟你讲，这已经他口了。好，谢谢丁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这场战争打到现在，美以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且呢，川普打伊朗现在损失已经超过他原本的想象了。美国跟以色列会不会撑不住呢？因为伊朗现在放话了，他说不再对话，而且不停战，绝对会打到底。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等一下请三位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来看到目前到开战为止，美军的最新战损包括了11架的 MQ9 死神无人机，3架的 F-15被打下来，美军的伤亡也不断的在飙升。
另外，花费也正式的不断的飙高，美国还能够撑多久？美伊谁会先撑不下去？第二个我们会来关心到是，川普口口声声说伊朗想要谈，却在谈判期间，大家还记得吗？他当时就直接突袭了，做这个针对于哈米尼跟伊朗的军事高层的斩首行动。伊朗这一次还会相信美国跟以色列，还是会求和吗？这个是第二个问题，我们会来看。最后，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是以色列严格的封锁了战况跟它的飞弹的攻击伤亡数目，不让这些数字给自己内部的人民知道。外长也说了，他说不会再打了无休止的这场战争。以色列到底还能够撑多久？为什么要封锁这一些资讯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来看到目前美军的战损，除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一系列的武器之外，美军它已经发射了超过2000枚的飞弹。现在来看到花费的部分，56亿美元换算新台币是1780亿新台币的一个高额的金额。那么因为这个高额的战损，迫使川普最新也在拟定了，接下来还会追加达到了数百亿美元的这个军事上面的预算。再来看到美军的伤亡人数，现在目前为止是有7名美军伤亡。阵亡，再来看到是140位的美军受伤，当中还有8个人是伤势严重。那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激起了美国民众的怒火，他们要求并且联署说，川普你也让你的儿子上战场去打仗好了。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对于美国来说，其实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美伊谁会先撑不住？岳老师怎么看？我跟你讲啊，这个川普自己就没当过兵啊，川普经过越战时间就逃过兵。现在他那个拜伦那个儿子啊，长得210公分的，那刚好当兵啊，这个确实是，我觉得的话，现在已经有60万人联署，我过2天的话，也很容易就超过600万。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发动战争的时候啊，你就觉得战争是正义的嘛。如果是不正义的话呢，你就不敢继续打下去嘛。如果是正义的话，你叫你儿子先上啊，最好你儿子说带着棺材送回来，对不对？那大家可以了解到，川普爱他的儿子比爱过一切啊，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件事情啊，你问我来讲啊，这个美国跟伊朗谁会先撑不下去啊？我先强调，如果你用了"撑"这个字啊，伊朗首先第一个，这是美国偷袭啊。美国基本上在谈判，虽然那个盖达的那个外交部长讲说，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我们谈得好好的、啊，对不对？本来3月3号要在维也纳谈这个有关于核能的问题啊，那就美国突然就发动了攻击。那这个突然发动攻击的话呢，那接下来的话呢，那个哈米尼啊，他也不是被刺杀，他也不是被暗杀，他是被骗杀。那哈米尼是个很重要的角色，有哈米尼在的话呢，就告诉伊朗说你们不能乱动。他一下死了以后，哇，乱丢啊！好，我现在要强调啊，这场战争的话呢，美国撑不下去的主要原因啊，就是川普本身非常严重。第一个就是太贵了啊！这个战争，因为美国的战争的费用超过一般国家，美国的军火就贵，美国的人事支出就贵，还有美国任何事情资本主义国家什么都靠钱来，这个钱的事情就是非常贵。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川普本身在国际跟在国内的声望都非常低。我真的这几天我看了脱口秀，看到美国重要的人物，就连奥巴马都跑出来说，美国这样子搞下去真是没有希望。我从来没有见过美国的过去的总统会说现任的总统基本上会将这个国家带进没有希望的境地。然后第三点的话呢，我觉得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真的输不起，美国实在输不起，而且川普太需要一场胜仗。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打这个仗的真正的理由啊，理由非常多了，就转移视听啊，那爱泼斯坦的案啊，或者说是炒股票啊，也是可能的。但他真正的是需要在今年的11月份做他的中期选举，然后他认为有这个胜仗以后呢，可以跟大家炫耀一下。结果呢，现在的话呢，伊朗目前为止他的宗教领袖，大家知道哈米尼的被杀的感觉是什么？就像你跑到天主教会里面的梵蒂冈就把他们教宗干掉一样啊！那你剩下的教徒就基本上是跟你拼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结果。才我们刚刚讲到荷姆兹海峡，都是鱼死网破，都是不要命了。伊朗人都不活，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美国人活得好好的，突然变成战争情况，伊朗人原来就是快活不下去了，现在继续有可能更活不下去，没什么差别啊！你要了解这个情况，相对于伊朗现在士气奇盛无比。
光是这个哈米尼的儿子能够当选这个最高的宗教领袖啊，这个阿亚托拉的这个大阿亚托拉，他没有这个身份，却能够接这个宗教领袖的位置，也足以证明说，现在伊朗非常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人，那对抗一个塔口的川普，也从头到尾。你看，你刚刚这边讲到说，哎呀，他讲说伊朗有人要跟我们谈，任何想要跟川普谈的人，马上就会在伊朗被批评，搞不好被暗杀。你这种情况怎么谈呢？对吧？他们气得不得了。对，确实，所以说现在川普他非常的需要这一场胜仗，那他也说他要停战，但是现在重点来了，接下来是发球权、主动权是在伊朗这边吗？但是目前为止，伊朗都说他不愿意停战。我们也来看看川普这几天他的说辞反反复复的原因又是什么？他一下说战争很快结束，结果又跳票，分析就是说呢，他没有料到伊朗会强烈的反击，也没有停战的借口，让他自己陷入两难。因为你看到川普说伊朗，他说。我听说他们非常想谈，又改口说可能想谈，但是伊朗的态度，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个长官，不管是国会议员、总统到革命卫队，都说谈判不再是选项，还放话说飞弹仍在发射，打多久就打多久。以色列呢？以色列最近也突然间态度放缓了，他的外长是这样说的，他说不寻求和伊朗进行这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并且说接下来会跟美国多做一些沟通，多做一些协调，看看怎么让这一场战可以停下来。干哥怎么看？伊朗还会这一次愿意跟川普谈，甚至信川普说他愿意谈吗？这整件事情都是尼坦雅胡在里面搞鬼。我今天坦白讲一句，川普会下这么大的决心，跟他自己本身的利益有关系就是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那所以说，尼坦雅胡拉着他，然后他今天终于在2月28号发动了这个攻击。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是出人意表。为什么？我们正在不是日内瓦，维也纳，我们正在维也纳要谈的，不是吗？结果你来斩首了我们的最高统治者哈米尼，那是什么意思？其实大家都吓一跳，大家都不认为那一天会发生这个事情，就大家那等于是台湾的放假的时候，出了这么大一条新闻，跌破所有人的眼镜。美国人也是准备放假的时候啊，所以大家就晓得说，这个里面有蹊跷。我今天必须要讲。你斩首了哈米尼之后，他的儿子穆吉塔巴上任之后，他并没有达到川普可以马上看得到，就是说我们打开外交途径吧。照理讲应该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打开外交途径可以让我伊朗免于灭顶之灾，至少我们走上谈判桌了。你要谈什么，我可以虚与委蛇，但是你不要再攻击我，应该是这样。他反而会造成了更多他们从内部发出去的反击力量，代表说伊朗不是那么容易屈服的。波斯民族说句实在话，他在大流士时代你就晓得他非常能征善战。虽然现在的国力不像几百年前那样，但是你要他们投降，我觉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美国现在我觉得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是什么？就是接下来你要做什么？接下来你一定要有步骤，也就是说。照理讲，我们打完了之后就应该，因为是现代战争不比4年前的俄乌战争，现在真的非常烧钱。大家知道，光是爱国者飞弹烧掉3个营那3个营价值多少？你知道一个营价值多少吗？一个营就价值差不多10亿美金的，3个营就烧掉30亿美金。所以为什么会有出来了56亿美元的战争费？美方发射超过2000枚飞弹，这里面包括绝大多数是战斧巡弋飞弹，因为它针对了1000多个目标，听说是1250个目标。这里面就算不是全部都是战斧巡弋飞弹，也有绝大部分是。那你要知道，这些飞弹都很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又重演了当年在波斯湾战争之中，消耗库存像倾泻而下的水龙头一样这么快。我讲句实在话，接下来没有实质占领，你就没有继续再打这场仗的本钱。而以色列非常清楚，他没有进行地面战的能力，因为以色列国防军要顾的是整个面向，他不可能抽调部队来进攻伊朗本土。进攻伊朗本土，你要先经过伊拉克，伊拉克答不答应还是一个问题。然后你经过伊拉克之后，你进到伊朗本土的时候，你会遇到革命卫队的精锐。在这个情况底下，
如果以色列不出兵，也没有办法出兵，光靠美国一个人出兵来要从这个地面上进行突破的话，其实是很难的。我觉得他当初这场战争的正当性就不够，所以现在你要再叫欧盟来出兵来帮忙缓解美军的压力的话，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美军打到一个阶段的话，就应该就是什么知难而退，你先退回来，寻求国际谈判。我觉得这对川普的脸上的面子会比较挂得住。好，这场战争对于美国来说其实是太烧成本、太花钱，而且出动的是人力哦。现在想停不下来吗？那以色列呢？以色列是不是也想要停战了呢？我们看到他从开战开始就针对国内开始封锁各种的消息，这当中包括他们自己的战损或者是伤亡人数等等。原因是什么？聂老师怎么看？再来就是说，他们的外长说不打算跟伊朗进行这种无休止的战争，原因又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OK 。非常清楚，只要战争一爆发，两边伤亡都一定出现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媒体，可能都是西方媒体，也就是美国主导的媒体为主。尤其这个川普这么自豪的川普，他的话语呢是非常之自豪，他所报的东西都是对方死多少人，被我打掉多少人，首领被我炸了，这个多少都被我打，他永远是这种话语，好像自己都没有受过任何伤。可是我们都很清楚，美国自己不管在战力上的消耗，不管人员的死伤都已经发生了，但是他还是不能认输，你知道吗？他就是不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必须要了解一下伊朗是什么样的国家，大家还是要清楚。从这基鲁士大帝在这个西元前500到300年之前建立到跨欧亚非这个的帝国之后，其实这个国家是有很强烈的民族性的。而且我们要知道，自古至今会战争就是一个政治的对立，以及一个宗教的完全的不符，就会产生宗教和政治的战争。而宗教战争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会产生非常激烈的形式。这位很自信的伊朗人呢，自从波斯帝国到现在哈，其实这个国家第一，你先去了解它国土大，以色列国土小，那差异这么大，当然在武器的这个精良上，它各有优缺。有一个伊朗以攻为主，以色列可能以防为主。但你要知道，以色列伊朗够大，它的军事实力并不差。第二，这个国家不弱之外呢，它的力量也不弱。我有伊朗的这个好朋友，就叫阿萨的，在美国做生意，他跟着我跑了。其实他从1979年开始，这个伊朗跟美国开始有点不好之后啊，他跟我住在美国人家，他常来的时候呢，他被美国人用不喜欢的眼光告诉我不要跟他交往的时候，其实他心里是蛮难过的。他们并没有那么仇恨美国，可是美国就是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比如现在川普要伊朗做的事情，伊朗不听话，其实在谈判桌上他一定感觉到不听话，他就想打。所以川普太自信、太自以为是，他忽略掉伊朗也是一个国土不小、国力不差的一个国家。还有更重要，我还是要强调，我跟你讲，你刚刚说，他为什么讲说啊，我们可能不打算跟伊朗的无止休这个战争，是因为如果你一开始觉得你一定打赢，像川普觉得他100%打赢，还1天4天就打赢，他最后发现这个消耗战他一定会打很久，而且你要打赢是不是第一次接触的表面战，而是后面的后勤，以及你要预估未来你的后勤所有的资源，还有未来你要去评估、去分析啊，去这个 analyze 你未来到底会赢多少。当你分析到你未来输的几率比较大的时候，你会不会怕？因此，我觉得以色列他一定感觉他国土也小，他的所有的这个我讲军事的一些武器啊，一些的量数也比较弱。当然，他要靠美国，美国自己都发现。他现在美国其实已经敌对了，想要在形象上敌对太多的国家，他将来还有很多他要准备要为未来要预备的东西，但是他今天被打到消耗战到这样的情况之后，他一定会怕。因此，不止以色列撑不住，我觉得美国现在也担心。还是一句话，这个非常自豪的这个川普，你会发觉他讲了太多的话了。他这次说啊，你看他打得很惨，他重建需要10年。哦，那开始呢又讲说，你看我已经斩首，所有首领都被怎么样了，一直报对方的伤亡。那还是一句话，我觉得伊朗现在有点疯狂感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我刚刚讲的神权主义、神权精神是存在的。这神权主义加上他们的民族主义，也就是不弱的这个国力的民族主义，他们的反击之后会造成对方害怕。就像台湾一个庙宇里面，假如养了非常多类似八家将这样的一些兄弟，可是有一个有钱人很霸主很厉害的人，就说你再怎么样，我就把你怎么样。结果后来呢，他说你们都不听话，我就把你的这个庙主啊，我就把他砍了。结果那八将火大，你知道吗？全部出来要反攻了。我觉得现在伊朗有这样的一个精神，他们的神权主义是非常强的。因此呢，现在川普说：“哎呀，好了，差不多了，应该停了。”就伊朗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想停。”这个故事就好玩了。
是。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针对这场战争，没有想到现在是副总统范斯要带头造反了，捅刀川普。等一下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美军现在的最新伤亡数字，我们也带观众朋友稍微来看到最新的数字，来自于美国国防部的证实。他说目前是7名美军阵亡，另外140个人受伤，当中8个人伤势是重伤，非常的严重的。会不会影响到期中选举，拉起了警报呢？共和党现在也在分裂切割，要自保。我们今天就这些政治议题一起来看看对于美国国内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好，来看到的是，确实这场战争已经影响的就是美国政治的分裂了。川普自己坦言的，他说他现在跟副总统范斯在伊朗这场战争上面的问题已经完全的不同调了。因为范斯他主张的是，美国你不应该这么多的介入海外事务，应该减少对于海外的军事介入。美国不应该再让自己陷入在中东的战事的泥淖当中了。那么最新消息我们也来看，比较敏感的事情是来自于美国媒体最新的爆料，内部在白宫出现了权力斗争，也就是范斯跟他的司法部长疑似透过公开爱普斯坦的这个档案来对抗川普，而川普知道之后，当然绝对是震怒了。他说，如果自己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被迫下台的话，他会摧毁范斯未来的总统之路。川普不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他也有具体的行动。他的行动就是选在原本就不挺川普的海湖俱乐部的金主面前。我们来看到他来到了海湖俱乐部讨论2028年的总统接班的候选人。那么可以看到是当天晚上这一些的金主几乎是一面倒的。大家都是比较支持卢比欧，远高于范斯的。现在其实共和党内面临非常大的期中选举的一个压力，又再加上范斯现在公开唱反调，难道范斯已经在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铺路了吗？这一枪出来，接下来对于共和党还有期中选举的冲击又有多大？岳老师怎么看？我看了一下报道就是说这个 Halfway Post 当中这个消息当中我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这里头的话呢，有几点是可以谈的首先，第一个，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个川普打这场战争里面出现了非常吊诡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这个美国人的话呢有意见，像 F-15这么好的战斗机舍不得卖给我们的，居然被友邦科威特自己打掉3架那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解释。你说打掉1架的话呢，以前 F-18大黄蜂掉下来，大家可以了解就是友邦误击，那连续误击3次，那你就这个真的是到目前为止，我问了所有的人得不出来。因为说句良心，我们不是军事记者，但是我们会了解到。第二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这段时间的话呢，卢比奥出现的几率比范斯多得多。范斯基本上成了隐形人，都没听到。那原来是部长叫邦迪也不见了。原来都是很捍卫。邦迪前一阵子的话，还是为了这个爱普斯坦案的话呢，跟这个美国国会大吵一架，吵得非常凶那但是呢，现在呢也好像都没有出现了。但这个消息讲呢，美国的共和党的内部出现了这个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11月的时候的中期选举是美国有很多人要选举，要选州长，要选众议员，那你现在搞成这个样，他怎么选对不对？大家据说就是说可能会掉下的位置那么这个川普变成跛脚，几乎是已经确定的事情。那美国的川普总统第2任变成跛脚的话，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因为他干了每一件事情，他起码就会被遭遇到我初步保守预估，他会被弹劾250次。这个是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因为这个的确就这样子。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呼应一下那个伊朗本身人家是一个3000年的一个民族嘛你在现在的话呢，你越打。我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忍心讲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时候，那个历史的痕迹让这个民族透过历史的解释会变得更强壮。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是1寸3颗1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朗朗上口？伊朗现在就这个局面对不对？那你现在美国的话，250年大家只急着发财，那怎么拼了？所以为什么长期来讲，没有美国总统不想打伊朗的，那只有川普敢。
然后呢，伊朗本身来讲呢，这个哈梅内伊呢，他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压制住伊朗的话呢，就是封锁荷姆斯海峡。现在这2件事情在这个礼拜都爆发了。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善了。而且川普自己发明个无条件投降是由他来定义的。那他讲说他要结束，那怎么可能？我告诉大家，伊朗的结束方式就是所有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全部滚蛋。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这场战争我们也刚刚看到了嘛，持续的影响到美国自己内部共和党的政治分裂。那还有哪一些呢？等一下请聂老师持续的带我们看。现在在美国可以说整体都烧起了民众的怒火，民调也显示了现在60%的美国人其实都是反对对伊朗动武的。而且呢，现在这几天可以看到，包括了在50多个城市，在美国已经爆发了反战示威，大城市当中包括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到芝加哥，民众都高喊停止战争，痛批川普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并且这一股抗战的反战的风潮已经蔓延到欧洲了。伦敦街头数万人同样的是走上街头怒火，加拿大多伦多示威者则是在美国的领事馆外抗议。再来，欧洲的政府也跟美国保持距离，西班牙说不会成为这一场战争的帮凶，这是共和党最大的政治炸弹了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人生、国家或任何人都应该遵守人生的2个红线。第一个呢是道德，第二个是法律。可以看一下川普现在的行径行为，他有遵守任何的道德吗？他有任何法律的规范吗？完全没有啊！所有东西国际法他说了算，人家所有人用国际法束约他，他说我不认国际法，那个法都不算的，反正他说了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请问从道德和法律的标准之下？ 除了很怕他，必须好像这个卑躬屈膝来听他话的人，请问会不会反感？因此，不管内外，都一定会有很多反对声浪，甚至一些中等以上的强国，过去都是白皮肤白种人，跟他这么友好的一些国家，为什么一到我们的对岸中国去这个不要说示好，带着这个经济财团这样去做一些经济的互惠，就是因为大家对现在美国的所有的行径已经没有办法接受。 当然，只要稍微有良心道德的美国人也好，或社会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良心人士，你会发现，就一定会集结人去反他的行为，甚至已经牵扯到了这个行为就是整个美国的动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问题很大。当然，从美国政治体来讲，当然川普的行为，当然他就是一个共和党、民主党的对峙，在共和党从一个政治素人已经拔擢出了变成总统，而且任了2任，分开的2次的一任。 这个总统呢，如果他做得好，其实他的魄力能力其实是被大家肯定的。但是因为他做的是很多道德和法律上的疯狂举动呢，造成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因此，当然自己共和党的政治负担就非常之大。民主党当然这就可以有机会见缝插针。所以以川普来讲，不管在任何时候的反复无常的话语，或非常自豪的话，只报人家之短永远讲自己之长，把自己的这种弱点藏起来的这样的问题。 一定会出问题。各位，我先要讲一个东西，你知道我稍微研究过川普这个人。他在年轻30几岁的时候，他常看电视，很关心政治。他以前就想选总统，而且说他一定选得上。各位你要知道，他当时我爬出他最讨厌一个总统是尼克森，他觉得尼克森做得很烂而且被弹劾下台嘛。但是他最欣赏的总统就是雷根 ，Reagan。在40几岁的时候，你会发觉雷根从1980年到1982年，他很多行径都在学雷根。 包括你知道广场饭店他会买下来，是因为广场这个1985年9月20号跟这个美日英德法5个国家开了广场饭店协议之后，他在2、3年后把它买下来。你知道他去拜访雷根的时候是带着什么眼光？连续去了好几次，你去稍后你就知道，他一直很多路线都跟雷根走。他很讨厌尼克森，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有一部电影就叫《尼克森》，就是尼克森。尼克森当时被人家反对，就是做了一件大事。为什么？大家知道越战1955年到1975年20年。 这之间，尼克森1968年上任，他做了什么事？他上任以后，他做一个动作，说打太久，他消耗战太强了，我们没办法接，我要撤军。这是好的。结果呢，他偷偷做秘密行动。1968年说要撤军，是暗地就跟川普一样，表面说撤军，在1970年相反做了一个叫 linebacker 的行动，叫做后卫行动。你要干嘛呢？去扩大秘密轰炸柬埔寨、辽国。 为什么？他这个因为北越南越的战争，他为了南越要去去封锁那个胡志明小道那个北越的地方，他就乱轰，就轰了以后，就像现在他打伊朗一样，召集群起激愤，你知道吗？愤怒，而且非常多的美国人在里面也是一样反抗，就像你刚刚讲的，现在美国人也是反抗只是当时呢还在校园，因为反这件事，
反他的秘密行动扩大的这个秘密去炸这个柬埔寨辽国，而在校园开枪还死了好多人。尼克森当年的事情呢，也因此呢被非常多记者在挑衅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撤军，还去扩大去攻击柬埔寨辽国的事情。他不是发生在他身上吗？你不觉得在政治就会产生很大的负担吗？你觉得他还能够撑多久？我真的是很怀疑啦。但是当然，他现在所有的政治内阁全是中心内阁，他原来把他自己封锁的死死的，好好的，对不对？这个防线的确很强，可是你知道，全部都怕他了。你知道这次我觉得最恶心的，我来形容的一件事，各位我不知道，那应该不是 AI， 如果是 AI 我就要道歉。川普呢，人家问他为什么把一个小学炸了死掉160几个、170几个，如果这是真的话啊，我这样讲，他讲什么话呢？他说不是我们炸，我们发现的是他们自己炸的。结果假设是真的哦，你知道这个话绝对是假的嘛？然后他为了要证实，他不能自己讲，他就马上跟那个赫塞斯战争部部长讲，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各位去爬一下，他说对，是对方炸的。你不觉得中间那个中心到完全没有道德，完全没有基础，胡乱把世界搞得一塌糊涂？你觉得有道德良心的人能再继续支持川普吗？就算你能力再，就算你再有钱，就算你再有 power， 就算你再要 MAGA 把 America 要 make great， 人家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了。好，所以现在其实面临很快的今年的11月份期中选举，川普除了面临自己来自于人民内部非常大的压力，还有甚至是共和党内自己内部人士的压力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压力则是来自于全球会给他的压力，也就是这个能源市场的压力。因为荷姆兹海峡现在几乎瘫痪了嘛，国际油价狂飙。虽然美国是很重要的产油国之一，但是确实它有1/3都还是仰赖进口的，也代表是说这个国际油价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到这个川普的，那么也会让美国的经济受到波及。尤其是《纽约时报》最新也报道了说，这一场战事继续的下去，那么影响的就是通膨了，可能从2%今年升到4%，经济成长率从2.4%，今年预估会下挫到只剩下1.6%。川普还能打这一场不对称跟伊朗的这个战术吗？干哥怎么看？我要在历史上面留名，这些都可以被牺牲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哈，你有没有想过，美国自己本身是最大的产油国啊，对不对？其实老实讲一句，伊朗他把这个油路给封了，然后把荷姆兹海峡给封锁了，那川普为什么要怕？好，我现在坦白跟各位讲，因为美国自己本身身为最大的产油国，但是它仍然需要靠1/3的油来进口。为什么？因为美国所生产的油大部分都是轻质原油，就是用在汽车，生产出来的是汽油。可是你要飞机用的油，或者是柴油、重车用的油，那叫重型原油，就没有了。所以它必须要从外面进口，所以它自己出口1/3，它又进口1/3。然后呢，美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战略储备油田在哪里？在路易斯安那跟德克萨斯州的地底下。在就是盐湖，它外表都就看起来就像盐沼一样哈，就是盐池一样。那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那是个很干燥的地方，很容易储藏这样的那个石油，经久不会变质这样。那问题是，你知道美国这个最大油田可以储藏多少吗？它4座油库可以储藏4.15亿桶，平常。如果要打仗的话，共可以存7亿桶，这就是他们准备要打仗。现在他们没有达到这个数字，现在大概在4亿桶上下。那可能这样子大家没什么概念。我现在就讲好了 ，IEA 就是国际那个能源总署，它自己本身有32个会员国，那这32个会员国，美国除外哈，32个会员国加起来是多少？它有多少储备？12亿桶。美国的7亿桶就占了人家的1半有多，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它自己本身它是产油大国，但是它也很被动遭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嘛，它要进口也要出口，所以那个油价不是那个什么全国连锁加油站可以决定的，不是这样。那完全要看国际局势以及经济态势。跟国际现势，这些很多复杂的原因加起来，你才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为什么几天之内冲到100，它会再往上冲的。
现在听说到113掉下来一点，可是它明天又会再涨上去。其实到$120一桶就已经是美国的一般中小企业的负担上限。大家就看到说，在这个情况底下，荷姆兹海峡如果没有早日开通的话，对于全球影响很大，对于美国自己本身的影响更大。所以我认为说，川普在这个地方，他总是到最后一定要听一下，拜托卢比欧跟你讲的，你要听一下嘛，对不对？的确对我们国内的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时候，你那时候 GDP 你就不能不管，就国民的感觉你就不能不管，因为那也牵涉到你跟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会使你的那个贸易额跟那个指数下降。那对于美国来讲，对于中层老百姓占大多数来讲，对于他们的收入一定有绝大的影响。这就是海湾战争、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来所造成的结果。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关心的是这一条铁路哦，中伊铁路是否可以让伊朗破局呢？另外，今天也会关心另外一条，就是中朝列车现在重新的复驶了，是否改写东北亚的格局？川普现在另外一方面开启的是一个全球的核武竞赛，为什么这么说？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好，来赶快看到的是中东的战火现在改变了整体的格局，就在美国跟以色列持续的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时候，另外一条是悄悄的战略通道正在重写整个欧亚的地缘政治格局，那就是中伊铁路了。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中伊铁路，它可以让中国到伊朗的货运时间缩短到只有15天。主要是运送些什么呢？过去的时候可以送这个电子设备、工业机械跟关键零组件等等，回程则是可以把石油啊、其他的能源给运回来。而中国跟伊朗其实在这一条铁路还有过去在经贸上面就有很紧密的一个合作，从2001开始，他们就已经互签了这个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主要在哪一些领域呢？包括能源、军工跟基础建设的合作都有很深度的绑定。而且大家现在很关心的就是在美伊战争上面，伊朗所需要的许多的武器，尤其是这些零组件，有没有可能从中国过来呢？伊朗的无人机过去就一直是依赖中国大陆的零件，而现在我们知道荷姆兹海峡现在危机四伏，中国海上面临这么大的危机，中国现在其实是可以透过这条铁路的，透过陆地来帮伊朗续命吗？针对这条铁路是否可以成为美伊战争的破局通道，聂老师怎么解读？OK， 我先分析一下中国的铁路。大家从2004年，他们很几次的这个道路的提速啊，那个火车源非常慢。在2004开始提速之后，真的是一日千里啊。那大家都知道，大陆后来被形容为叫基建狂魔，一些铁公鸡节，尤其是所谓的这个高铁这个部分，是真的是吓死人的进步。那我的这个了解，在2011年，大家知道当时有一条，就是他们最早一个最有名叫中欧铁路，从叫这个从新疆从那个重庆啊叫渝新欧铁路到那个德国的新都斯堡。那么当从重庆过去，从11179公里，你知道那是一个壮举，在2011年就被全世界震惊。那后来呢？它从义乌又延伸到西岸，到欧洲，到了这个经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12451公里，这个已经震惊了世界。那是2017年。那我现在讲这个叫做中伊铁路呢，实际上有部分年限是从这样的前面那一段，然后后来再经过到新疆，你会到那个叫阿拉山的出口之后，在2016年呢就衔接在那边不断的换轨啊，然后换轨之后呢就连接到了伊朗。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有一些这个货物的运输啊，就可以通过这个轨道了。但重点是，当你一直换轨麻烦，后来终于在去年，应该说2025年这个5月，它几乎是全线的这个互联互通了。也就是说，所有的货品，像刚刚讲的15天，你就可以把不管甚至现在人员也好，一般的货物也好，就送到了这个伊朗或者到中国两边互送。你知道这样是非常的叫 cost down， 就是成本节约。第二 efficiency 就非常效率化。你知道当时渝新欧铁路一开始的2011年，台湾的惠普公司在台湾厂惠普以及宏基全部都很快就到那边设厂，就是为了把避掉40天的船运变成了14天可以到欧洲嘛。
这是一样，30天的货运都可以经过这个中医铁路过去。我觉得这一个很厉害，叫破局的通道，应该这样讲，就是打破了地缘封锁。因为这个铁路啊还不止，它其实也避掉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海峡，叫马六甲海峡。因为对中国来讲，又要马六甲困局啊，因为只要被监管以后，你也是会受到影响。像这个荷姆斯海峡不是也一样吗？这个13公里这样子。但是呢，那个伊朗的关系比较不差，那这个铁路对这两国又在比较互相友好之下，的确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想对中国、伊朗都一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铁路，让两边呢都可以打破非常多的僵局，包括刚刚讲的所谓的战力或无人机的输送，可能都会通过这一个管道，让伊朗的这个背后势力可能会有一些加强。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关心的第一条是中伊铁路。第二个我们要关心的是中朝列车，则是现在重启了，是否有利于未来中俄朝伊地缘战略的联盟？等一下请苑老师来帮我们解读一下。我们先来看到这一条，我们要提的就是从北京一直通车到平壤的国际列车，就是中朝列车了。本来已经停了6年，现在确定又要重新启动，原因就是包括了在现在中东的战火和美国的全球军事压力之下，他们决定要重新启动，而且时间点大家也知道非常的敏感。川普今年来针对了委内瑞拉还有古巴、伊朗一连串的军事施压，逼得朝鲜现在是不是要立刻的向北京靠拢呢？金正恩公开的表示，朝中将会更加紧密。所以美国的军事的打击是否加速？现在整体看起来中俄朝伊的地缘政治上面的结盟，老师有怎么看？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川普啊，能够帮助啊这个中俄朝伊这个4国的联合啊，因为这个里头大家要注意啊，这个中俄本来就是大国啊，那么这个朝鲜的话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国啊，就朝鲜不管怎么样，饿着肚子饿死人也要搞核子弹，好了，成功了，没人敢惹他了啊！现在那个美国一天到晚讲啊，你这里有核弹，那里有核弹，那朝鲜讲说我有核弹，美国说你没有啊，就变成这个鬼样子啊！现在伊朗的情况就是完全认知了啊，人家伊朗情况一个3000年的大国被打成这个鬼样子啊，就觉得没有那个理由就是什么呢？以为就是那个哈梅内伊的话呢，原来已经接受说放弃核武，你只要一放弃核武，你就啥都没有了，老虎没有了牙齿，根本就跟个猫是差不多一样的情况下，所以说在朝鲜本身的话呢，基于3项的因素，我这边让大家了解到，首先第一个，朝鲜它是有封闭的状态，跟中国原来就是有这个铁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朝鲜的地图就是跟中国完全连着，一小块的地方跟俄罗斯有连接的，但是朝鲜本身，首先第一个对俄罗斯的态度是出钱出力出兵出武器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俄乌的冲突当中，朝鲜是得下了最重要的这个汗马功劳啊，死了不少人呐，对不对？而且的话呢，就是确实让俄罗斯非常感动，至少普丁非常感动。那普丁感动的话呢，普丁跟中国之间的话呢，就会说，大家凑在一起，因为中俄朝3国在一起的话呢，才能够形成一个堡垒，对抗什么呢？对抗日本。对抗韩国，对抗美国，对抗日北韩，所以中俄朝对抗日北韩，那朝鲜会觉得说这个情况对他来讲底气增加。还有第3点原因的话呢，现在伊朗要过来了，对不对？中俄朝之间的话，铁路一通以后，那朝鲜的老百姓的话发觉稳定了，这个国际局势对他来讲稳定了，生活要改善了，生活改善跟中国改善没有比中国的这种产品能够源源不断的运输到朝鲜更重要，所以这个铁路的开通是很自然的。就刚刚讲到那个伊朗的那个铁路，原来也是一样，但是只是说路的经费比海运贵10倍啊，这个不方便而已。但是朝鲜这边的话呢，反而借这个机会啊，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了，否则的话呢，大家拿朝鲜没办法，然后朝鲜现在的话呢，各方面表现的也还算是可以了，就这种情况。对，没错。好，所以朝鲜其实也是看到了这一次现在在国际局势上面的动荡，包括了美伊战争，他们也意识到现在只有核武才能够保命。那现在确实根据了最新统计，是来自于我们看到的是国际。最新统计是这个北韩现在拥有大约是50颗的核弹头，那么而且是足够可以裂变成材料，未来可以再制造40枚以上的核武，这是北韩哦。那伊朗的部分呢，有接近武器级60%的浓缩铀。国际原子能总署是说，目前这一些呢都是放在伊斯法罕的庞大隧道里面。那美国官员也说，如果伊朗加速的生产的话，1周到10天能制造1500公斤的武器级铀，足以打造40到50枚的核弹。在这场战争之下，是否会让伊朗还有北韩更加坚定，他们要继续发展核武，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吗？干哥怎么看？所以现在就有记者问卢比欧啊，他说：“我们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
终极目的当然是要这个让伊朗不能再发展武器级的核武啊，对不对？不能让它造核子弹啊。那请问一下要怎么做？他说：对你这个好问题。第一个要怎么做？第二个，它到底在哪里？说是伊斯法罕，因为美国的卫星怎么绕啊绕啊，看了半天，奇怪，它没有运出去啊。那始终在伊斯法罕，当然还有福尔多跟纳坦兹啦，这3个伊朗的核设施基地。从去年6月被炸过以后，就没有看到说这个大型的这个载重车跑来跑去、开来开去。有，他们有查过，离心机被炸毁了，有运出来，可是核燃料到哪里去了？对，所以卢比欧他讲话也很实在，说在哪里？你要先确定在哪里，然后第二个派谁去，然后他就不经意讲溜嘴，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媒体要这个考虑的。就是认为我们将来会派真的地面部队介入的情况，和实际的情况是落差很大的。因为我们想说地面部队介入海湾战争的，你多国部队对往前冲啊，对不对？不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不是这样，我们会派特种部队去，而且我们还带着国际能子援总署的专家，才能够去确定。他们的核设施已经被我们如果经过谈判，都已经还给我们上缴国库了。他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要谈判吗？还是真的要出一支骑兵